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明，欢迎来到文明观察。在古老的东北亚森林中，信奉萨满教的鄂伦春人世代生活在这里。他们把树当作山神，祈求山神赐予猎物，同时承诺绝不滥杀，狩猎时不使用陷阱，因为陷阱会无差别捕杀幼崽和怀孕的母兽。猎人更依赖自己的追踪技巧和对自然的感知。在鄂伦春猎人眼中，森林不仅是生存的家园，更是一个充满灵性的生命共同体。每当到达一片新的森林，他会寻找一棵粗大的老树，用刀小心雕刻出神灵的模样。这样做能得到神灵的庇护，也能在孤独的狩猎中感到无形的陪伴，仿佛山神与他同行。越是古老的森林，越能带给他一种难以言喻的精神能量。然而他可能不知道，树木的确有一种感知力，并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回应他的呼唤。其实树木远比我们表面看到的更加富有灵性，它们并非孤独的存在，而是通过复杂的地下网络彼此相连，构成了一个隐秘而活跃的生命系统。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显示，当植株被食草动物啃食时，电信号通过维管系统快速传播，触发化学防御物质分泌。邻近植株接到电信号之后，会同步启动防御机制，降低群体受害风险。很多植物，比如说仙人掌，都能喊出超声波，而且这些声音会被周围的动物，比如说蛾子、蝙蝠或者老鼠听到。植物受伤时，伤口会发出电信号，并把这些信息发送给周围的同类。不仅如此，树木间的交流还体现在空气中的化学信号传递上。它们通过挥发性物质交换信息，以适应环境变化。比如说，在干旱来临时，一棵树可以通过释放挥发性化合物，提醒周围的树木减少水分蒸发，同时应对生存威胁。这种协同适应能力让森林在恶劣条件下仍然能够维持生机。非洲的合欢树遭到昆虫啃咬的时候，会通过根系释放化学信号，提醒附近树木调整自身的化学成分，生成更多的单宁或者其他苦味物质，使叶子变得难以入口，减少受到侵害。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幕后功臣就是菌群。以桦树和冷杉之间的共生关系为例，桦树通过和菌根真菌的合作，将养分传递给冷杉，它们的根系相互交织，形成复杂的地下网络。阳光通过光合作用被树木捕捉，二氧化碳被转化为糖分，这些糖分沿着韧皮部向下运输，最终进入根系的菌根网络。科学家发现，桦树、冷杉与上万种真菌物种一起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地下生态系统。这些真菌不仅帮助树木吸收水分和矿物质，还在碳转移中扮演关键角色。研究表明，同一个生态系统中，树木与本地真菌的匹配度越高，它生长的适应能力就越强。可以说，这种朋友间的默契让森林焕发出惊人的生命力。但是，这种奇妙的自然协作大多只存在于原始森林中，人工林很难复制这样的环境。在人工林里，树木被整齐排列，像监狱里的囚犯一样，失去了与菌群和同伴的联系。他们没有适合的菌群陪伴，也没有朋友的相互扶持，仅仅是孤零零地站在那里，等待被砍伐的命运。更重要的是，人工林中往往缺少母树。这种巨大的古老树木不仅是森林的精神支柱，更是生态系统的核心。母树通过根系和菌根网络为幼苗提供养分，维持着整个森林的生命循环。它们就像巨大的生物泵，把水分和养分从深层土壤抽取到地面，滋养周围的生命，并且通过地下网络分享多余的糖分或者氮素给生长不良的邻居。此外，母树还孕育出具有高度多样性的种子，比如说一些有2000到3000年历史的雪松树，它们的种子中编码了数千年来气候变化的信息。这种遗传多样性使得森林能够适应多变的环境，成为社区的中心。然而，科学发现，与自然生长的多样化原始森林相比，人工林更容易遭受疾病和虫害的侵袭，因为人工林的单性削弱了生态系统的韧性。如果我们允许森林按照自然的方式恢复，而不是一味干预，
那将孕育出一个更加健康、更加有活力的生态系统。人类自古以来就在原始森林中感受到过一种难以言喻的精神连接，这种连接超过了简单的物质依赖，是深入到灵魂的共鸣。森林不仅是自然的杰作，更是无数民族的摇篮和文明的起源地。从亚马逊流域的土著部落，到西伯利亚的游牧民族，再到非洲热带雨林中的古老部族，无数文化在这片绿色的大地中孕育生长。森林为人类提供了食物、庇护和灵感。那些参天古树不仅是生存的依靠，更是神话与信仰的象征。在这些原始森林中，人类学会了狩猎、采集，创造了语言、艺术和宗教，逐渐从自然的子民演化为文明的缔造者。即使在今天，当你漫步在森林中，依然能够感受到自然的空气对精神的疗愈。令人担忧的是，在全球大约6万到7万3千种树木中，有30%正面临灭绝的威胁，其中440种已经濒临绝种，仅剩不到50个个体。这些树种的减少主要是源于森林滥伐。为了获取木材、种植农作物、放牧和土地开发，人类不断侵蚀着这些绿色生命。在鄂伦春人的祖居地，原始森林早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，中国大规模建设中被消耗殆尽。那片土地曾经是中国主要的木材供应区，曾经有粗壮笔直的松树，木材被广泛用于制作电线杆、造纸和建筑材料。如今，那里的古树早已荡然无存，只留下单调的人工林和逐渐贫瘠的土地。在人类古老的神话吉尔伽美什史诗中，古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上用楔形文字记录了2100年前的一段故事。国王吉尔伽美什和野人恩奇杜徒步穿越7座山脉，最终抵达圣山雪松林。在他们到来之前，那片雪松林是一个恢宏而宁静的世外桃源。参天巨树自由生长，枝杈云霄，树冠间阳光斑驳，微风拂过时发出低沉的鸣响。猴群在枝头跳跃嬉戏，鸟儿的歌声此起彼伏，回荡在林间，仿佛自然界的交响乐。然而，吉尔伽美什和恩奇杜涉足这片森林后，却未将这里视为生命的奇迹，而是将它视作可以掠夺的资源。他们先是残忍地杀死了森林的守护神红巴巴，随后挥动巨斧砍倒了雪松。他们挑选了几个最粗壮的树木，制作成木筏和神庙大门，试图将自然的伟力据为己有。他们的行为不仅导致了森林的衰落，还招致了众神的愤怒，恩奇杜也因此丧命。这是对他们破坏自然的惩罚。从此，吉尔伽美什陷入无尽的痛苦，他永远失去了此生最重要的朋友，也失去了与自然的连接。